哎呦，这房子可真多呀！其实啊，原来的房子啊，翻修就行了，何必破费这么大呢？花了那么多的银子。娘，雪妍说了，她在外面做事难免有不少应酬，家里也不能太不像样子。原来的老房子已经很破旧了，如果翻修，还不如重新盖。虽然花了银子，但总比以前大多了。娘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倒是满意，可是这么多的房子，哎呀，我们就几个人住啊。娘，雪妍说了，再多雇几个下人，好照顾你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一个人能行的。那怎么行呢？你辛辛苦苦把雪妍拉扯大，现在她有出息了，你也该好好享享福了。是啊，娘。哎，这胡先生啊，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。哎，好，一会儿见到胡先生啊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别瞎说啊。到了，走。好，二位慢走，改日再来啊！这风味不错。二位里边请。胡先生的情况，福年兄已经给我介绍了，我一切听胡先生吩咐。他不听我劝，那没办法。这不行啊！客官，您的茶来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月俸50两，年底加分红。大先生，一个县令的年俸才120两，这什么这？哎呦，客官您来了，这是应该的。有一天你做了总当手，我再给你加俸银。请大先生放心，我会兢兢业业把典当盘活，报答大先生的知遇之恩。夫人也可以带来，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啊。我们徽州人在外谋生有个规矩，家眷都不曾带在身边。哎，有这规矩，有这规矩。这是什么规矩啊？一个男人在外，身边没个女人照应，怎么行啊？如果你不嫌弃，我来给你做这个媒，我包你娶房姨太太。哎呀，承情之至呀！多谢大先生关怀备至。这件事说办就办，走啊，跟我回去，我给你引荐一个人啊。这大先生，你走。现在这铺面呢，越来越多了啊，你也都看到了。所以呢，你过来以后啊，还得多费点心思。好。大先生，罗四太太让我做了道菜送来。月如啊，来见过唐老爷。见过唐老爷。啊，下去吧。是。怎么样啊？我这个丫鬟还好吗？好，长得好，性情也好，更重要的是烧的一手好菜。喜欢呢，我就给你做这个媒。哎呀，承蒙大先生关爱，能娶上府上丫鬟做姨太太，这是我的福分呐！不用谢，喜欢就好。来，喝酒。好。多谢了。里边请。说嘛，恭贺公祭典当开业呀！二爷有请。二爷，典当小业，杂手为例。只是几人急需，造福四方啊！这次典当行开业，福年兄可费了不少心呐。是您啊，放这。唐二爷，以后还请您老人家多多关照啊！好，请。阿四啊，我刚才转了一下，这园子打理的还真不错。我是找专人来指点的，光凭我哪能弄得这么好？以后我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家里的应酬也越来越多，管这个家非你莫属。那有什么难的？现在不难，等着，我还要建更大的园子。你还要盖园子啊？哎，雪妍。好啊，你们都是西征的有功之人，不顾千里迢迢、关山重重，为西征大军送来了治病防疫的药材，还有折好的大米。雪妍与我真是情深似海，一比天高啊！哎呀，这不到西域，真不知道西征竟如此艰难呐！转运确实很难，别的不说，
光这运费从南面到北面，就是米价的5倍，再运到这里，竟是米价的10倍。大帅，这西征要是打下去，得花多少钱？是啊，你们身临其苦，感受尤深。现在我最犯愁的不是领兵打仗，而是筹饷、筹粮、筹运输啊。是啊，这俗话说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这西征要是没钱，这仗还真打不下去了。有武哥，听大帅说。哦，在我面前尽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武说得好，不必顾虑。大帅，我是个粗人，也不会讲话，请您多多海涵。还是请大帅看看我们给您送来什么东西吧。除了米面之外，我们还有金华火腿、萧山萝卜干和舟山黄鱼干。好啊，去看看，这些都是这行的名特土产嘛。卖报卖报，左宗棠西征失败，退守关内。我来一份。哎，好嘞，您的报给。哎，看报看报，左宗棠西征失败，退守关内。卖报卖报。玄怀啊，你看看，英国记者史密斯报道，左宗棠出关失利，败退关内，还说叛军有外国人支持，一会儿跑东面，一会儿跑西面，使左宗棠头尾不能相顾啊。这洋人就是消息灵通，就连朝廷官府都不知道，这英国人这么快就发了消息啊！我们说话没人相信，洋人放个屁都是香的。对了，大人，要赶快通报李大人，尽快让朝廷知道事情真相。好，你赶快把这个报纸的原件呈送给中堂大人。是，大人。玄怀啊，你说这洋人身在上海，他怎么就知道西征军的战况呢？这不可能！大帅会打败仗。你们两个不是见过大帅吗？他有退居关内的意思？当时大帅斗志极为旺盛，再说那里在控制之中，不大可能退到关内啊。永春，马上到报馆了解一下，看看这消息是否属实。是应该去了解一下。这左宗棠并未禀奏朝廷出关失利，已退守关内呀。王爷，无论是左宗棠隐情不报，还是另有他因，总之无风不起浪。那洋人不会在报上胡说八道吧？李中堂，你究竟什么意思？王爷，西征久拖不决，会招惹外国势力联手干预，后患无穷。为此，我特地上书请朝廷议定，对已经出塞和尚未出塞的各军加以核检，可撤则撤，能停则停。所撤之饷用作海防之饷，发展水师，助我万里海疆。西征大事，不可草率。好在左宗棠即将回到京师，到那时再做商议吧。抱歉，我不能告诉你消息的来源，报道是有自由的，也是不能干预的。可以有自由，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捏造。报纸的真实性就是报纸的生命力。史密斯先生，我想你不会拿自己的职业生命当赌注吧？如果你有意制造假报道，那你将在我们这儿失去所有的朋友。那你去问你们的官员吧。谁呀？盛宣怀大人，他向我保证过，有绝对可靠的事实根据。哼，这个盛宣怀，立令智昏了。马上禀告左大帅，让左大帅上奏朝廷，摘掉他的顶戴花翎。我早就说过，此人心术不正，诡计多端。这次我还了解到，他通过吉伯特搞的军火买卖，吃了人家博尔5%的回扣。哼，官员吃回扣就是贪污，按照大清的律法，就该杀头坐牢发配。哼，这个盛宣怀啊，官做到头了。大先生，左大帅已到了京城，发电报来了。大帅让我们做好准备，去京城。去京城？拜见太后。
洋人在报纸上说，西征出兵失败，大兵已退关内。左宗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如何向皇上交代？启禀太后，老臣出征西北围城之战，确实战败了。既然如此，可见洋人在申报上所说句句属实了。想必左大人一定知道，你身为朝廷大臣，领兵出战却大败而归，该如何处置？不劳李中堂提醒，在下当然清楚。要么撤职查办，要么引咎辞退，告老还乡。左大人不必如此，还可戴罪立功。围城之战失败了，但是我并没有败在敌人的手下，而是败在了李中堂的手下，江南采运局盛宣怀的手中。左大人，你说话可得有凭证。左宗棠，你这又从何说起啊？太后，我西征大军的枪炮弹药应该归我上海转运局负责，而江南采运局的盛宣怀依照李中堂的诠释，勾结英商博尔购枪买药，重做西征军饷。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弹药全是劣等货，枪弹不能远射，炮弹不能出膛，反而炸得自己弟兄血肉横飞，致使围城一战惨败。这是布政使胡雪岩根据实情写的奏折，请太后明断。这个盛宣怀徇私妄为，简直是反了。李大人，你可知此事？臣确实不知，臣回去一定严查。太后，容老臣再走。英国记者史密斯所发文稿纯属无中生有，造谣污蔑，往老臣脸上抹黑。我西征大军至今围困叛军，寸土未退。这么说，这上面说的都是假的了？是，不正是胡雪岩亲到报馆查明事实？这个英国记者史密斯也是盛宣怀花钱收买的。李大人，臣在。你可知盛宣怀的所作所为？太后恕罪，臣确实不知。但盛宣怀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臣一定严办，一定严办。怎么严办？臣立即命上海道台将盛宣怀撤职严办，严加惩处。你不仅要严惩盛宣怀，而且还要严加管制你所有的下属。西征是朝廷的大事，你们要相互的团结，不要相互的拆台。是。太后圣命，臣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太后，臣带兵出征，报效朝廷，不敢说劳苦二字，风餐露宿，浴血奋战，凭的是我一片报国忠心。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是我和弟兄们的本分。为国捐躯，千古留名，是我们这些吃军粮人的荣耀。流血流汗我们不怕，刀枪相对，我们的手也从来没有发过抖。可是怕的是有人在背后里捅我们一刀，怕的是有人在背地里暗算我们下黑手。我的弟兄们死在敌人的枪炮之下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一个悔字，但是他们要死在自己人射来的冷箭之下，他们会死不瞑目。太后，就这么窝窝囊囊的败了吗？我怎么面对死去的弟兄们？我怎么面对他们的家人？我怎么面对即将还要上战场杀敌的将士？太后，不严惩这些小人，我向他们无法交代。太后，臣不求一个傻子，臣只求给我一个公道。左宗棠，我已经跟皇上商量过了，你呢功劳确实不小，也该入阁拜相了。我马上让皇上下旨，
补授你为东阁大学士，特命左大人你为钦差大臣。以后西征的大小事，一切就依你的意思行事吧。谢太后隆恩。你还有什么要求？说吧。为保西征大获全胜，臣还有一求。求什么？求朝廷恩准，再借洋债1000万两白银。1000万两，怎么借这么多呀？这次到京城前呐，一定要办好2件事。首先得催那个邵道台，让他马上拨款，赶紧提拨西征军饷，给大帅买军火呀。哎呀，另外一件事就比较麻烦了，得找泰来洋行的福客谈谈，想办法给大帅再借出1000万两。大帅要借多少？1000万两！我的妈呀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真是吓死人了！哎呦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件好事啊！想想看，这说明西北战事要继续进行，我们就是要借西北之势来发展我们的事业。对，这次借洋债还贷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避开江海关的掣肘，让李中堂那帮人不能插手管事，只管掏银子。二位仁兄啊，这上海和杭州的事就拜托给你们了，我得和迎春去忙着第2笔借款的事。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哼！什么？就地革职，严加惩处？李中堂要严办我，不严办你行吗？中堂大人也是没有办法呀，只好挥泪斩马谡了。我要上书抗辩。行了，别给中堂大人惹麻烦了。由于你的瞎报误报瞎折腾，弄得中堂大人被动之极，尴尬万分。你搞的那批破烂枪炮，造成左大人作战失败，他还负了伤，左中堂是一告一个准儿。朝廷纷纷要拿你去问罪，这件事情幸亏李中堂大人拦住压了下来，要不然派人来严查，论罪要杀你的头。大人，那我们该如何对策呢？只有花钱消灾了，让史密斯登个报，发个道歉书，言明自己是误传谣言，未能核实，然后花点钱，把他驱逐出境，这样也好对上面有个交代，让上面也无从查起。大人这招实在是高，那对吉伯特·博尔呢？对他们就不必客气了，按照合同追究责任，全额赔偿。要不这笔银子就得我们掏，难道你还指望胡雪岩用西征军饷来冲抵吗？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难道就让胡雪岩在我们头上撒尿吗？难道把我们上海就拱手让给胡雪岩吗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现在就连中堂大人都有点忍气吞声，何况你我呢？按照中堂大人的训示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对左中堂要上尊，对胡雪岩要下敬，忍心养性，等待时机，把胡雪岩在上海的根基要好好的挖一挖，对他的手下要密切注视，伺机拉拢，最后让胡雪岩彻底的完蛋，让他烟消云散。胡先生，你代表贵国要贷款1000万吗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如果这次贷款成功了，我就代表朝廷；如果不成功，好，那我就代表我个人。我们德意志从莱茵河畔进入贵国的步伐稍微慢了一些，比英国人稍微晚了一点，但是我们的资本非常的雄厚，我们愿意为你效劳，我们也有能力提供这笔贷款。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提供这笔贷款。那你是怀疑我们的信誉、偿还能力？不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。7年前，2位先生帮助左大人向汇丰成功的贷款，
这一点信誉和偿付能力我们是不可怀疑的。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给我们贷款呢？为了开来洋行在贵国的发展，汇丰是银行界的领袖，我们非常尊重麦伦先生。这么说，我们必须去找麦林先生。是的，好在你们和汇丰有过良好的合作，胡先生在汇丰方面也是有很高的信誉的。是，但是我们对汇丰也没有任何异议。只是贷款就一定要通过江洋局，这非常的麻烦。大概你也知道，这江洋局啊归李中堂管辖，他经常会做出一些不友好的行动。这些都好说，我们见了麦林先生再商议吧。吉普特先生。哦，盛先生。哼，博尔他人呢？为什么我四处找不到他？不知道，我也找不到他了。那你们肯定把他藏起来了。盛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？因为你欺骗我，欺骗我们朝廷。哦，盛先生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他订的是上好的武器，他却交给我生了锈的枪炮。你们害得我们军队在战场上吃了败仗，我要你赔偿，我要你加倍的赔偿。我真不敢想象有这样的事情，太遗憾了。不是一句简单的遗憾就了事。你现在跟我到上海道台衙门去，跟我们邵大人说清楚。走。盛先生，盛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让我去？你是中间人，博尔又是你介绍的，你从中一定吃了不少的黑钱。不，我绝不会。你不会，到衙门说清楚。走。不要这样。吉伯特先生，难道你要我找官兵把你押走吗？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在找博尔，他损害了我的名誉，不光要赔偿你们损失，也要赔偿我们义和洋行的损失，维护大英帝国的声誉。走。哼。道台大人，朝廷的谕旨想必你也看到了吧？盛宣怀作为江南采运局的总办，盲目购买国外的军火，那些洋枪洋炮全部都是废品呐！他不仅打不死敌人，反而炸死了不少自己的兄弟。你作为朝廷的命官，这件事情你可不能不管呐！二位，还有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盛宣怀这个人太不像话了，他的所作所为竟然是欺上瞒下，做出了许多冒犯左大帅、冒犯二位仁兄的事情来，连我都不清楚啊！我现在遵照中堂大人的训示，已将盛宣怀撤职查办，对那个记者史密斯已经押解驱逐出境了。哦，对了，对他那个自责书，二位想必都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在报纸缝里，豆腐干大小那么一块。据我所知，这分明是盛宣怀指使所为。哎，洋人的报纸都是胡说八道，岂能听信呐？我亲自责询拿问，那还能有错吗？请二位仁兄高抬贵手，这件事情搞得我是焦头烂额，夜不成眠呐。不过请二位放心，这件事我会一管到底的。本道台已经严令盛宣怀寻找奥林公司的博尔进行赔偿，并要求中介人吉布特负起担保的责任啊！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向国外购买真正能使的工程利器，有一种德鲁伯的后膛螺丝炮，俗称田鸡炮，很管用；还有一种后膛气响洋枪也好用，把它买来，火速运往西征前线，收复疆土，这样才能粉碎列强瓜分我西北的阴谋。大人，应春兄为了左大帅的事情可谓是尽心尽力呀。他已同德国的军火商谈好了，用最快的时间、最低的价格购买德国的新式武器，火速运往边陲。那好啊，既然胡老板应春兄有办法，那就赶紧向德国人购买。军情10万火急，越是早买到送往西北越好啊。所以嘛，我们着急的来见道台大人，就是为了落实购买军火的这笔款子。哎，你们不是已经向英国汇丰银行贷款了120万两吗？道台大人，那笔款子只能解决前线将士粮食、棉衣、棉被。如果购买军火的话，就一定需要
江海关的那笔款子。哎呦，雪岩兄，我哪里还有钱呐？说句实话吧，这西征军的协饷已经是额外加派了，但本官从大局出发，即日一定解付啊！谢谢大人。迎春啊，那就不再打扰了，恕不远送。告辞。胡大人，请。刘先生，大先生来了，请上。哎呀，大先生，请生兄，迎春兄，哎，左大人派来的徐大人来了吗？在客厅等着呢。好，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徐大人，雪岩兄，徐大人，这次我们一行到京城来，可就仰仗你全力照应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雪岩兄，如果在下有可以效劳的地方，不必客气，敬请吩咐。好，请。哎，好，请。哎呀，我是两眼一抹黑进京啊，该如何打理，怎么去打理，你一定要多多的指点呐。雪岩兄委以重任，我自然照办了。那好，这第一是同行高官，尤其是沿路上的几位，要多送一些。沿路上的啊，徐大人，你我都不是外人，你就跟我明着说，我该怎么做吧。我要冒昧的请教雪岩兄，此趟来京，是不是为了借洋款的事儿？是，现在左大帅西征，那是头等大事，我们是专程来办这件事的。如果是为借洋款的事，那总理衙门的张京、户部的司官就不能不应酬。是，我给你准备了一张单子，名字下面都注明了数目，100至500两不等。好，我即刻照办就是了。还有个人，怎么个送法，要好好考究啊。不是，谁呀？如今掌管户部的是保中堂，他又是总理大臣，这县官不如县管呢。左帅虽然是勋业彪炳，也补授了东阁大学士，论理应该掌管兵部，可眼下呢，只是个虚衔，实际上还得去西北领兵作战。而保中堂就不然了，是以武英殿大学士继去世的文祥管户部，师长杜之大权，对于左帅借重洋债，一直颇有繁言呐。哎呀，我跟这个保中堂是从来没有打过交道。徐兄啊，你看有没有其他路子？啊，有条路子，我也是听说，不过可以试一试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啊，请。嘿，这左帅的侍卫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？哼，他们都是一些百战余生、战功卓著的武将啊。哦，有官不做，宁可跟着左帅当差官。哈，拜见左大人。雪岩，来的正好啊。哎，洋人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大人，德国泰来洋行经理福克和汇丰银行的麦林都来了。大人要贷款1000万，这朝中会不会有人从中作梗啊？是啊，难就难在这儿。我提出借贷一事，满朝皆惊啊。李中堂李大人也反对？那还用说？当着太后的面儿，我是先抑后扬，他李中堂只好表示要严惩盛宣怀。啊，我说呢，在上海我去道台大人那儿，邵大人是一反常态，客气得不得了。你要当心，客气过分，必然包藏祸心。我明白了，左大人，我还是有些担心。这借洋贷1000万，朝廷能否核准呢？事在人为，我会据理去争。雪岩啊，我是把你视为密友，也是兄弟。说句心里话，洋债我是1分1厘都不想借，但是为了大清江山完整收复，
国土不失，也只好如此。借债可以慢慢的还，可收复山河的大事，如果我们半途而废，我们可就是千古罪人呐。好，那我就积极的筹借这1000万。各位朋友，今天许岩在这里宴请各位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跟各位朋友叙叙旧。感谢大家光临。今天呢，咱们喝个痛快，来，共饮此杯。哎呀，胡老板真是江湖侠义之士啊，豪爽大方。你是集商场、洋场、官场于一身，真是长袖善舞啊！胡大财神，你是美誉天下呀！如果在京城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找我们帮忙。老朽还是胡老板的同乡呢。谢谢。这雪岩到京城是人生地不熟啊，办事情少不了有劳夏老这样同乡帮忙啊。夏老啊，此次雪岩到京城，就是为了左帅西征借款的事，还望夏老能够多多的指点迷津啊。我们都知道胡老板是左宗棠的人，这左宗棠本是大清国的功臣，办理洋务的闯将。他的倔脾气，得罪了朝中不少的大臣，他竟然和李中堂的大搞海防洋务唱起了对台戏，两不相容，闹得恭亲王也很为难啊。是，当年恭亲王曾拟向洋人借银1000万两，用于买船，因祖无先例，未获批准。而如今左帅又开口1000万两，难度很大呀。是啊，这太多了。诸位，刚才2位仁兄啊，只说了问题的一面。雪岩以为，与其待时，不如成事。上一次左帅西征已经借了120万，先例已开，更何况这一次收复边疆，那是朝廷重于一切的事情。雪岩可以断言，此事朝廷绝不会断然拒绝。你看看这一天啊，银子像水一样的哗哗往外流，马腿都跑细了3圈。应春兄，欲有所取，先有所予。我还跟你说，这件事我就看到了成功在即。我觉得要闯过保金保大这一关呀，难呐！应春，你对字画在行，明天拜托你到琉璃厂跑一趟。轩辕兄，正事没办成一件，又要买字画，我得花重金买一块敲门砖，买礼物送人，送谁呀？宝，明白了，明白。好，另外啊，你得给我准备1万两现银哟，我很快要用。左大人，雪岩啊，我急着找你是有件事和你商量。有什么事就吩咐吧。醇亲王要请我到神机营去阅兵，这是好事啊，说明醇亲王器重大人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神机营是8旗禁礼中的精华，醇亲王是以皇叔的身份只管神机营，上头对神机营的看重可想而知啊。李鸿章在北洋好几年，从来没有请他看过，可我刚一回到京城，头一次见面，他就约我定日子，好下令准备。我心里想，人家敬重我，我不能不给醇亲王面子吧？想等你回来一起商量，该如何的犒赏神机营。那依照大人的意思呢？每人犒赏5两银子，按人数照算。好，现银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这现银只能犒赏士兵，对官长好像不太合适啊。我也是这么想。依我看，还是送一些实用的东西，最好是军备。你说，要不这样吧，每人送一副望远镜，外带一块挂表。这2样东西都好，很实用，
可是要预备100多份，不知道来得及吗？大人，如果主意定了，我马上写信到上海，一定来得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王爷这神机营神枪神炮神气神勇，真乃神兵啊！哎，有赏！王爷，这是左大人给神机营的赏钱，请笑纳。怎能如此？怎能如此啊！左大人，王爷，神机营是为御林禁军，日夜操劳，万分辛苦。血缘未老将士是从公出发，绝非私收，有何不可呀？收下，收下。胡老板，你来看神机营阅兵，那就是给老夫面子，还带什么赏钱呢？好，我带将士们收下，收下。王爷，今日从神机营的操练，胡某看到大清的军队必须要走洋务。王爷，左大帅只有再借洋款买军火，才能彻底打败入侵外敌，保我大清江山不落入列强之手。王爷，你以为如何？好，左大人在此，我一定在皇上和太后面前力陈借贷洋款之必要，让各地从速把协赏解赴上海。左大人，朝堂之上，你一张口就是1000万，连我都吓坏了。这样吧，你捡到400万，实在不行可以再借吗？王爷，你可是为了老臣，为了我西征大军，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！看了神机营阅兵，亲王交了底，左帅准备出奏朝廷，叫我起草奏书。许元兄，恭亲王那儿怎么样了？嗨，还是琢磨不透啊。恭亲王听保大人的。哦，那我就请徐大人多多指点了。保中堂喜爱字画，但究竟喜爱谁的字画，搞不清楚。还有，他的二弟保森很不争气，保中堂对他的二弟烦到了见了影子就躲的程度。有这等事？嗯，这就好办了。哎，快点，回来，别动，压着我，别动，看，这个小，我赢了，你输了，这都是我的了，我的。我不压这门，我压那门。哎，这骰子都已经开了，你怎么反悔你啊？我没瞧见，刚才的时候我就压这一门。国有国法，赌有赌规，就是啊，压门落定，永不反悔。怎么着你啊？这次我考虑不出。各位，是不是能饶保二爷一次啊？就是不行。别说你是户部尚书保大人的弟弟，就是天王老子帝王爷，他输了也得拿钱。是啊，你拿不拿出来？不拿，我今儿就是不拿。我今儿个要瞅瞅你对我保二爷能怎么样。哼。在官场拿你没办法，在赌场瞧咱怎么治你！来的，把他的耳朵割下来，抵债！别！等一下，哎呦，为了区几百两银子，伤了和气，多不值！这是1000两。1000两！你是谁呀？在下胡雪岩。胡先生，开始你一出现，我还以为是天上派来的神兵神将呢，谁知道您就是杭州城赫赫有名的胡大财神呢。区小事不用放在心上。哎呦，包二爷，以你的身份，不应该落到这个地步啊。甭提了，这都得怪我那无情无义的大哥呀！他倒是当上了高官，
掌管着全国的钱粮，就不把我这骨肉兄弟放在眼里了。哼，原先呢，我也当过候补知县，可是呢，这四川总督丁宝桢，他暗中给我使坏。你瞧见吗？就我这身子骨，壮得跟牛似的，他硬要我告病还乡。切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回京城闲着。我大哥呢，看着我天天没事儿，无所事事的，他就烦我。哎，胡大哥，您说有这样无情无义的大哥吗？啊，把小弟的命看得还不如一张破字画。我呸！保大人身居高官，顾不上二爷，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哎呀，如果你觉得闲得慌，何不去江南逛逛呢？到江南玩一玩啊！哎呦，那太好了！一切费用由我出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这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俗话说的什么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如果要能在上海和杭州玩一玩，那可真是人生之乐事啊！哎，咱们的乾隆爷还留下江南呢啊！只不过是太打扰胡先生了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等我在京城办完了事，你就跟我一起下江南。哎，胡大哥，您在京城还要办什么事儿？哎，有什么事儿用得着我宝二爷的，您言语一声。嗨，我不能知恩不言报，那也太不够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宝二爷，如果请你下江南就托你办事，那不成生意了吗？你我之间绝无生意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